杀意落下需要时间，虽让楚风二人得以缓和状态，却也给予了那些因石碑变化而特意赶来之人足够的时间。楚风与小鱼儿还在接受考验之际，越来越多的人马接连来到太古沙海。他们是在太古沙海出现变化之后就启程的人马，因此到达的时间比较快。也是到了之后才知道，那石碑之上竟出现了楚风与仙海鱼儿的名字。本来许多人只是想带着自家小辈凑凑热闹，甚至要不要小辈进去试炼，也要到了之后再做决定，却不曾想他们抵达之后，楚风和仙海鱼儿已将名字出现在石碑之上。楚风是不用说了，他的事如今修武界已是少有人不知，若当时有人能够将名字刻在太古沙海的石碑之上，许多人都觉得非楚风不可。反而仙海鱼儿令人意外，毕竟仙海鱼族被灭之事早就不是秘密，但怎么已经被灭的仙海鱼族公主会忽然出现此地？仙海鱼族到底是被灭了以后，仙海鱼儿逃过一劫，还是仙海鱼族的事情另有隐情？人们越想越期待答案，感叹这太古沙海算是来对了。阵起，可伴随一道苍老有力的声音响彻，在太古沙海入口处，9道雷霆自9个方位同时拔地而起，瞬息之间便直冲天际。每道雷霆都粗达数万米，颜色各不相同，仿佛雷霆大树一般，树干笔直而上。当到达一定高度后，又蔓延开来，蔓延的雷霆于虚空交织，汇集成9色神雷。转眼间，9色神雷遮天蔽日，虽未将整个太古沙海封锁，却将这入口彻底封锁了起来。顺势望去，每道雷霆释放之地都有着一座大阵，每座阵内汇集着数万欧阳天族族人，他们的修为皆是释放而出。最外层站着一些真神巅峰的强者，其他至少是真神境，只是具体境界不一。而在最中间的则是一位天神境的老者，眼下无论是何境界，他们体内都有雷霆释放而出，融入到阵法顶端一颗珠子之上，正是那颗珠子射出的冲天雷霆。我的天啊，那9位老者都是天神境吗？这欧阳天族有这么多天神境，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和恐慌。9位天神出现在同一个势力，这简直拥有一统修武界的实力啊！但很快人们也是猜测起欧阳天族的意图是在以血脉催动，他们这是要干嘛？莫非他们是防止楚风逃出去？不明真相的人们还以为欧阳天族是在对付楚风。不对，那阵法虽然对内部也有防御力，但较弱，主要是对外的。也有聪明人很快察觉到了不对，可是对外是在防谁？他们也没有这个理由啊，毕竟就算来了强大的人物，也进不去太古沙海，唯有小辈可入。而欧阳天族虽然封住了入口，可却也说了，只要有实力的小辈是可以进去的，前提是必须击败他欧阳天族的人。再者说了，他们有9位天神，这种实力他们怕谁啊？忽然虚空之上传来变化，人们抬头望去，磅礴的红色气焰从天而降，不断倾洒在那雷霆大阵之上。这一刻，聪慧之人似乎明白为何欧阳天族布置此阵了，他们应该是察觉到有强敌来犯，所以才布置这座防御大阵。但是欧阳天族乃是远古种族，他的敌人必然也是远古种族吧？世界之外终究太远，纵使修武者凭借肉眼也很难望不尽头，只能看到那汹涌的红色气焰从天而降。不过来到此地的毕竟也有顶尖高手，如真神或真龙后期的高手，施展手段，凭借肉眼也能望穿天际。修为不够者也是纷纷拿出宝物增强可视范围，想一探究竟。而这一看，很快真相大白，星空之中有着一座极为磅礴的武力大阵，正是那武力大阵释放出的红色气焰。而催动武力大阵者由数万名修武者组建而成，那是狱宗的人马。狱宗为何会与欧阳天族有恩怨？众人起初不解，但认真想来，这种顶尖势力徘徊在他们接触不到的强大遗迹之中，就算争夺宝物有所摩擦，倒也正常。可就在此时，即墨千舟的声音自天外传来，远古天族还真是霸道，这太古沙海你们是要独占不成？此话一出，人们茫然了。本来是以为狱宗与欧阳天族有过节，但这话一出，显然是他们想多了。而就在此时，正在催动阵法的欧阳明长也是对着虚空开口，我欧阳天族向来是讲道理的，太古沙海乃是为小辈准备的试炼之地，若你狱宗有小辈想入太古沙海，我们可以放他们进来，但你狱宗若是想趁火打劫，想要坐享其成，那我欧阳天族可不答应。也不妨告诉你，太古沙海内楚风救了我族后人一命，我欧阳天族今日要还他这份恩情，无论他是否能完成试炼，我欧阳天族都要护他安然离开。欧阳明长此话一出，将所有人的不解与好奇全部解开。搞了半天，欧阳天族竟是因为楚风，这就全部解释得通了。毕竟狱宗与楚风确实是有过节的，尽管这件事发生没有多久，可许多人却已经知道了。好大的口气，我倒是要看看你能否挡得住我狱宗。即墨千舟也不说此行目的，而是催动阵法，继续发动攻势。虚空之上，红色气焰越发汹涌，
甚至落在封锁大阵之后四散而开，竟也遮蔽了更深的虚空。哪怕相隔甚远，且隔着一座封锁大阵，人们也能感受到狱宗阵法的杀伤力有多恐怖。这要是落在他们头上，怕是他们这些人瞬间就要被那红色气焰烧成灰烬了。但偏偏如此恐怖的阵法攻势下，那9色雷霆竟没有丝毫扭曲之势。欧阳天族催动阵法的族人们脸上也没有吃力之色。由此可见，这欧阳天族的守护阵法是多么的强横。欧阳天族还真是厉害啊！看来狱宗是不可能进得来了。望着那固若金汤的防御大阵，要说最高兴的自然是蜀龙成宇等人，那可是9位天神，而狱宗似乎只来了一个即墨千舟，自然斗不过欧阳天族。龙木成叹道。龙木西不语，但内心却也非常高兴，狱宗必然是因楚风而来，幸亏欧阳天族在，不然就算他们有龙木成坐镇，但面对这有备而来的狱宗，也定是非常的棘手。心安之际，他看向了太古沙海的那道石碑，想通过石碑上的名字判断一下楚风与小鱼儿的试炼进展。可这一看，他内心的喜悦瞬息便被冲散。他看到那石碑上楚风的名字越发清晰，可小鱼儿的名字却渐渐淡化。他不知道这是何故如此，可他很害怕是小鱼儿遇到危险所致。实际上此刻小鱼儿的状况确实不太好。就在刚刚，又一道沙子落下，红色的气焰还未彻底散去，可小鱼儿却已然确定他无法继续承受。于是他睁开眼眸，看了一眼那盘坐在他身旁专注调整自身状态的楚风。他决定不打扰楚风，自行离开。可当他起身那一刻，却有一股巨大的压力从天而降，无形中笼罩住了他。这股压力使得他很难御空而起。最令他不安的是，当他抬头望向天际，可以看到虚空深处原本需要等待许久才会落下的沙子竟蠢蠢欲动。一种不妙的感觉涌入心头。他若现在离开，不仅仅是那束缚他的压力会对他进行阻挠，恐怕虚空深处的沙子也会接连落下，对他进行阻碍。那他该如何离开？一种绝望之感于心中弥漫开来。但看向楚风，他嘴角却又露出淡淡微笑。若这沙子如他所料是冲他而来，阻挠他离开，那么也便不会对楚风造成伤害。这样一想，倒也算是一个好消息了。于是他闭上眼眸，深吸一口气，当眼眸再度睁开，便已御空而起。但那股束缚之力太强了，硬扛着这股束缚之力，小鱼儿的速度很慢。最主要的是，虚空之上的沙子竟真的落下了一道，直奔他而来。虽说能感受到那沙子与考验之时不太相同，力量减弱了许多，可是除了已经落下向他袭来的沙子之外，虚空之上的其他沙子都在蠢蠢欲动。这一道并非是全部，这一道落下之后，必然还会有其他沙子接连落下。偏偏他已是十分虚弱，因对那股束缚之力已是有心无力。莫说后面接连落下的沙子，恐怕只是这一道已经落下的，他都承受不住。他已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能活着离开了。心生不妙，他不由低下了头。他想再看楚风一眼，可却发现圆台之上的楚风竟消失不见。就在其不解之际，忽然一只有力的大手抓住了他的胳膊。是楚风！楚风抓住小鱼儿，快速向上空冲击而去。大哥哥，你……小鱼儿呆呆地看着楚风，因为这一刻他察觉到原本束缚他的力量消失不见了，但他能感受到那股恐怖的束缚之力附着到了楚风身上。可楚风的速度却依旧很快。楚风对他轻轻一拉，便将小鱼儿拽到了他的怀中，紧紧抱住。原来是那从天而降的沙子已来到近前。小鱼儿双眸紧闭，将头深深地埋在楚风怀中，两只小手也紧紧地抓着楚风的衣衫。就算束缚之力转移到了楚风身上，可他仍不确定是否能承受得住这道沙子。轰隆隆！可只见红色气焰四散而去，小鱼儿竟毫发未损，没有丝毫负担的感觉。于是他赶忙抬头看向楚风，他很是担心，却发现楚风竟也是面色不改。但不该啊，那沙子就算不及对他们考验之时，却也是非常恐怖的才对。而就在此刻，虚空之上更为恐怖的压力传来。望向虚空，小鱼儿的担忧再度涌现于眼眸之中，仿佛感受到了那道沙子未能对楚风造成影响。虚空深处的沙子正接连落下，那个架势就像是单打独斗不行，便开始发动大军，这分明就是玩不起了。然而就在小鱼儿感觉是自己害了楚风之时，楚风的声音却在其耳边温柔地响起：没事，我会带你离开。话音落下，竟有一股更为恐怖的杀意浮现，而那股杀意是自楚风身上散发而出。因为就在楚风怀中，所以那股杀意将小鱼儿彻底覆盖。小鱼儿也能更加清晰地感受到这股杀意是多么的恐怖，那根本不像是一个人该具备的杀意。在这股杀意面前，那不断落下的沙子竟有种不堪一击的感觉。楚风以杀意对抗杀意，所向披靡，任凭沙子接连落下，却也难以对他造成一丝威胁。很快，楚风便带着小鱼儿自海中飞掠而出。
虚空之上的沙子终于不再落下，可是那原本已身处于海水深处的圆台，竟再度出现在了海面之上。小鱼儿意识到，楚风想要挑战，竟要从头开始。尽管楚风的杀意能够对抗那恐怖的沙子，但小鱼儿知道，楚风若要接受考验，就不能释放出他的杀意对抗，而是必须承受沙子的力量。简单的说，就是不能反抗，只能挨打。所以楚风要想继续试炼，就需要重新承受一遍先前的折磨。想到这里，小鱼儿的眼眶瞬间就湿润了。大哥哥，我给你添麻烦了。可眼泪还没有落下，楚风的手掌便温柔地放在了他的脸颊。你不是麻烦，你是宝藏。此话一出，小鱼儿不由一愣，当他看向楚风，发现楚风也正温柔地看着他，没有一丝责怪，反而尽是宠爱。也不待小鱼儿说话，楚风便再度开口，在这等我。话罢，楚风便转身重新盘坐在了圆台之上，紧接着沙子也是随之落下。只不过这一次，沙子不再像之前那般每隔一段时间才落下一道，竟是接连落下，轰轰轰。如此频率之下，那圆台下沉的速度也是变得极快。小鱼儿反应过来之时，楚风早已跟随圆台快速的下沉到了沙海深处，而小鱼儿则是恍然大悟，若不是因为与他一起，楚风的试炼速度将会很快。